Hello，我是小林。今天我要带你去中国的一个神秘村庄，那里有100多个人，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上辈子，也就是前世的生活。你相信吗？在湖南省一个叫通道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乡村叫平阳。这个地方特别有名，因为在这个只有几千人的地方，竟然有超过100个人记得自己的前世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记得自己出生之前的事儿。当地人叫他们再生人。2015年，作家李长珍专门去采访了这100多位再生人，还写了一本书，叫《平阳再生人》。今天呢，就给大伙儿讲其中的一个故事。这个人叫吴永菊，60多岁，看上去他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。在他们当地呀，大家不叫他的名字，而是叫他鹰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前世是一只雌鹰，就是一只母的老鹰。故事要从1952年说起。这一年，在附近的山上发生了一件挺悲伤的事儿。一只饥饿的老鹰发现地上有只死鸟，就叼起来吃了。哎呀，糟了，那只鸟啊是中毒死的。老鹰吃完后很快就中毒身亡了。第二天，附近的老吴家生了一个女孩，取名叫吴永菊。这个女孩2岁多的时候，开口对爸爸妈妈说：“我是老鹰变的。”她父母听了，觉得小孩子在胡说八道。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，让她的父母相信了她上辈子真的是一只鹰。首先，她的手劲儿特别大。作家去采访她的时候，吴永菊热情地跟她握手。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，竟然把一个大男人的手握得有点疼。你知道，鹰的爪子可是非常有力的。还有，它的视力特别好。它站在山上，连对面山上的人穿什么衣服、长什么样子、在做什么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在用望远镜看呢。这又跟老鹰的特点对上了。老鹰的视力可以说是动物界数1数2的。它可以在高空看到地面上小小的老鼠。他还说，他有一只雄鹰丈夫，他们一起捕猎小鸟、蛇、老鼠等等，然后分享食物，就像人类的夫妻一样。他还特别喜欢吃死了的发臭的动物，这个习惯呢，这辈子也没变。吴永菊现在还是特别喜欢吃生鱼、生肉，还有发臭的食物，比如家里的鸡肉坏了、臭了，这个味道他最喜欢了。他每年会生4到5个蛋。当他在孵蛋的时候，她的鹰丈夫就会出去找食物带回来给她。她活了快30年，养大了100多只小鹰。小鹰长大了就飞走了，各自生活。她说，在最后一天，她吃了毒鸟死了以后，
她的灵魂看到殷丈夫飞回来了，发现他死了，非常伤心，用嘴啄他，看他没反应，又用爪子抓起来放下，抓起来放下，这样做了3次，最后确认他真的死了，才悲伤地飞走了。他的灵魂飘到了吴家，看到了一位怀孕的母亲。第2天，这位母亲就生下了他，也就是现在的吴永菊。他还说，老鹰有自己的语言，主要有4句。啊啊是再见的意思。Go Go意思是快来吃东西吧。立立意思是来吧来吧。过过是亲爱的我爱你的意思。因为他这辈子记得这些英语，所以他每次在山坡干活，如果听到天上有老鹰叫，就会停下来，抬头对着天空说话，和鹰聊天。吴永菊这辈子生活也挺好。在中国传统社会，很多婚姻是父母安排的，但吴永菊和丈夫是自由恋爱结婚的，这在当时很少见。俩人感情不错，生了2个儿子。作家问他，如果有下辈子可以自己选择，你是愿意做人还是做老鹰呢？他想了一会儿，说，我呀，还是很怀念当老鹰的日子。做人呐，烦恼太多，一点都不自在。他拿出自己的手给作家看，你看我这双手，种地干活60多年了，又粗又老，像树皮一样，就养活了2个孩子。我上辈子当鹰养了100多个孩子，也没有这辈子做人这么累。所以啊，如果能选择，我不想再做人，我想做回老鹰。吴永菊的故事是不是很神奇？在中国，关于死后世界的传说有很多，比如有一种说法是，人死了以后会进入阴间，进入阴间的路叫黄泉路。黄泉路上有一条河，叫忘川河，河上有一座桥，叫奈何桥。这座桥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无奈，因为过了这个桥，就彻底和人间说再见了。走过奈何桥，就会看到一个台子，叫望乡台。望就是看，乡就是家乡。人站在那里，最后回头看一眼自己的家，看一眼这辈子走过的路。而在望乡台上有一个人，他叫孟婆，他会给每个人一碗汤，叫孟婆汤。传说喝了这碗汤，人会忘记前世的一切，忘记悲伤，忘记爱恨，然后开始新的轮回，开始下一世的生命。但是你说，吴永菊是不是没喝那碗汤，趁孟婆不注意偷偷跑了？要不然他怎么记得前世的事呢？不过呀，不管有没有上辈子，
也不管会不会有下辈子，最重要的还是这辈子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珍惜现在的每一天，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，过好当下，你说是不是？要是真的有下辈子，而且可以自己选择，你想做什么？一只鸟，一条鱼，一棵树，一朵花，还是别的什么？欢迎在留言区说说你的想法。那咱们留言里见，拜拜。